首先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超轻粘土了啊，它有很多很好的一个特性。首先第一大特性呢，就是整体的质地会特别的轻，特别的软，使用起来也是很干净的，基本是不留残渣的，非常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去使用。那么它的第二大特点啊，就是颜色非常的丰富多彩，并且啊，这些基本的颜色按照不同的比例还可以调配出更多的颜色。所以说不知道该买多少色粘土的同学注意了啊，12色完全够用了。那像这些基本色红、黄、蓝、白、黑、肉呢，其实你们可以多购买一些啊。接下来呢，就是粘土的作品的一个特性了。粘土的作品呢，它是不需要烘烤的，自然风干就可以了。那具体的一个干燥速度呢，它是取决于作品的一个大小的。你作品越小，你干燥的速度啊就越快了；作品越大，你干燥的速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慢一点点。一般3个小时左右啊，作品的表面就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它的里面是没有干透的，所以说啊，轻易不要去挤压它，不然的话它就会变形的哦。那么它的第4大特点啊，就是它与其他材质的一个结合度非常的高，不管是什么玻璃呀、金属呀，还是说蕾丝、珠片等等等等，都有极佳的一个密合度。在干燥定型之后，我们还可以用到水彩、油彩、指甲油啊等进行一个简单的上色，具有很强的一个包容性。那么第5大特点呢，就是粘土的一个储存问题了啊。粘土的话呢，它是极易储存的啊，在粘土快干的时候，你们只需要在里面去添加一些水或者是护手霜，就可以再次进行使用了。不过温馨提示，加水的次数越多，手感就会变得很差哟。那么集优点于一身的超轻粘土都可以用来制作什么呢？小萌物肯定就不用多说了，像什么冰箱贴呀、胸针、发饰、储物盒、盲盒等等等等，只要你能想到的，咱们都可以用超轻粘土制作出来。这个啊，就是超轻粘土的厉害之处了。那在使用超轻粘土的过程中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知识点了啊，敲黑板了。第一大就是粘土储存问题。一般我们购买回来的粘土的话，它都是这种密封袋储存的，但是有很多同学在密封的时候，会密封不好，从而导致里面的粘土变干，没有办法再次使用了。在这里呢，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用密封性比较好的一个小盒子来储存，这样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不过呢，我建议啊，如果用盒子来储存的话呢，里面的粘土啊一定要尽快使用完，不然等时间久了，它也是会变干的。其实如果不嫌麻烦的同学，我更建议啊，你先把粘土放在咱们的这个密封袋里，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入到咱们的密封盒里，双重保护，这样的话它密封效果会更好一点。如果你哪天密封袋没有封好，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盒子也是有一定的密封性的，对不对？好啦，那么它的第二大注意事项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粘土之前呀，一定要反复的去揉搓它，来调整一下粘土的土质。因为我们刚从就是袋子里或者是盒子里拿出来的粘土的话，它的整体的干湿程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是干的，有的地方呢它是偏湿润一点的，所以说你们要通过这样反复揉搓，让整体的土质变得更加均匀一点当然，如果你们在揉搓的过程中里面出现了一些有一点点小硬的小疙瘩，不要着急，我们只需要一直揉一直揉到它整个土变软就可以了。还有第3个注意事项，就是你们取出来的粘土就是如果太干了怎么办？我这里呢是有护手霜的，我们可以在里面呢去添加一点点的护手霜，或者是去喷一点点的水，然后呢进行调和，就可以进行使用了就可以变得稍微黏一点点了。那如果你们在加了水之后呢，整个粘土它出现了像这种这种掉色的现象呢，也是不要心急，我们多揉一揉，多搓一搓慢慢的这些粘土它就会把手上的这些颜色呢给充分的吸收掉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粘土的时候的极大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记好小笔记了。
好啦，说完这些呢，其实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市面上一些不同价位的超轻粘土啊，因为有很多同学嘛刚入门，对于粘土其实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然后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先从比较便宜的粘土开始说起吧，像这种啊，就是7、8块钱一大包500克左右的一个超轻粘土。像这种粘土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啊。像它的话呢，就是整体的手感呀会偏软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粘手，可能就是真的你们买来的话，它都有一点粘手。不过它的好处呢，就是干燥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可以给新手同学啊留有很长的塑形的时间。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晾干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发生一些膨胀啊，对不对？把你之前做的一些形状呀给它烹掉了，干了之后的话呢，它的整体的质感呀更像泡沫一点点。这个啊就是咱们的价格便宜的超轻粘土了。那么像价格中等的超轻粘土呢，它也是有像什么精灵土啊、韩国土像什么精灵土、斯巴土，还有等等等等，什么巨象土等等等等，品种也是非常多的。一般这种中等价位都是在6、7块钱左右徘徊不等的啊。它的具体的话就是6、7块钱可以买到100克。像这种中等价位粘土的话，它的土质啊，就像我刚才手中拿的这个粘土一样，整体的土质会更加细腻一些，它制作出来的作品呢会更加的有质感，并且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它的膨胀度会稍微弱一些些。不过干了之后啊，粘土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收缩的啊，并且干湿程度啊都是比较适中的，没有那么粘。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每个批次的粘土之间都是有一定变化的，所以说我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买一些拿回来尝试尝试。如果你觉得合适了，你可以多囤一点，毕竟粘土的配方呢，它是经常会变的啊。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去试一试。好了，那这个就是中等价位的一个粘土了。那么像价格比较高的大家最常见、最熟悉的2种粘土呢，就是咱们的韩国土，也就是韩国进口粘土和咱们的小戈比啊。这个是我拆了它的一个拆封袋啊，我把这个拆封袋给拆了。像这种粘土的话，它都是10几块钱100克左右啊，就是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啊，比较适合用来制作人物手办。那么像韩国土的话，它的土质呢整体来说会偏那么软一点点。小戈比的话，你看它有一点点的偏硬，并且它的干燥速度会特别的快，对于同学的一个制作手速啊要求是比较高的。并且呢给大家讲一下，它们2个品牌不同，所以说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像颜色吧，在肤色上面的话，韩国土的肤色整体来说会偏深一些，但是小戈比的肤色呢，它就会稍微浅那么一点点，有点发白的那种感觉。其实说了这么多啊，粘土适不适合自己感受了才知道。如果你们条件允许的话呢，其实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刚开始啊，先买一些不同品牌的中等价位的粘土回来自己去尝试，看手感合不合适。如果觉得合适了，然后你再去大批量的购买，好吧？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下面呢要来介绍一下第2种粘土啦，也就是我们的树脂粘土。树脂粘土的话呢，它的第一大特性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的第一大特性呢，就是质地特别的细腻啊。特别的细腻光滑，然后还是特别的柔软富有弹性，整体的手感呢跟超轻粘土啊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第2大特性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它的延展性特别的好，可以被赶压成很薄的薄片啊，还不会产生一个裂纹啊。下面给大家来擀一个薄片，让大家看一看。先在桌子上撒一些痱子粉，不然的话它会很容易粘在桌子上啊，拿不下来的。那树脂粘土的话，它其实第3大特点啊，就是风干了之后，它有很强的一个通透感和光泽感，所以说用树脂粘土它做出来的作品啊，一般效果都会特别棒。所以有很多人啊，就习惯性的在树脂粘土里面呢，
在超轻粘土里面呢，混合一些树脂粘土，这样不但会增加整个超轻粘土的一个质感，同时也会增加超轻粘土的一个延展性。尤其是平时粘土擀的不是特别薄，就是不容易擀薄的同学，你们其实可以尝试在超轻粘土里面去混合一些树脂粘土试一试，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啦。好啦，已经轻微的擀的差不多啦，同学们其实可以看到擀的越薄，它的通透感越好可以给大家放大镜头可以看一下透过我们的这个粘土片呢，是不是可以轻微的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板子上面的一些印记是不是擀的越薄，它的通透感呢就会越强，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了。好，我们把镜头呢给大家再切换回来树脂粘土它稍微在擀的过程中是有那么一丢丢粘的，所以说用树脂粘土擀薄片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技巧可以讲的稍后可以给大家就是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好吧，那么树脂粘土的话，它第4大特点就是可以在树脂粘土里面去添加适量的油彩颜料，然后调和出我们想要的一个颜色。它因为这些特点特征，所以呢，树脂粘土经常会用来制作一些仿真的花卉植物、食物等等，包括人物手办的服饰也会用到这个树脂粘土来制作的。那么在使用树脂粘土的时候，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几大知识点的。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储藏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平时大家在储藏的时候一定要用保鲜膜去把它包裹好，因为树脂粘土它也是属于风干类的土质的。如果你保存不好的话，你看像这种情况，它干透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再进行反复使用的，所以轻易不要把它暴露在空气中不然等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就没有办法再用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量多次的去添加颜色少量多次的去添加它的一个油彩颜料一点一点的去添加，以免颜色太深了。如果你们调的颜色真的太深了，千万不要尝试给里面去添加一些白色的颜料，这个呢并不会让你整体的颜色变浅，相反会让它发粉，知道了吗？遇到这种情况呢，你们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添加树脂粘土就可以了。对了还有一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上课所用到的树脂粘土呢，它是半透明的水晶树脂粘土，越薄越透明的那种粘土，所以说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买成白色的树脂粘土了。白色树脂粘土与咱们的半透明的白色水晶树脂粘土它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有通透感的，一个是没有通透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买错了。好吧，还有就是咱们市面上的树脂粘土颜色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不过咱们课堂当中的话，经常会使用到的颜色还是这种白色的所以说大家买这种白色的半透明的水晶树脂土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里结束啦。